绝不妥协，普京拒绝和谈。乌克兰前总统亮相，发表逆天言论。乌军幽灵特战队攻入克里米亚。芬兰提高预备役军人年龄限制，打造北约最大军队。挪威斥资100亿围剿俄罗斯北方舰队。北约军事预算大幅提升，1万亿美元抗俄。梅尼组建核武猎杀部队，威慑普京。欧洲奥丁之眼瞄准俄罗斯。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事实证明，阿拉斯加峰会就是一场作秀。克里姆林宫再次否认乌俄双边会晤，普京则在上合组织峰会声称不愿在乌俄问题上做出妥协，认为这不是俄罗斯的错，还派出了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为俄罗斯站台。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普京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再声称的说法：乌克兰现在政府是非法的，不应该掌权。甚至表示乌俄战争不是俄罗斯的问题，而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入侵方变成了苦主，想想就离谱。按照普京的说法，想要保持长久的和平，只有消除战争的根源。这个消除根源就是使用俄罗斯傀儡政府取代乌克兰现任政府。乌克兰承诺保持中立。为了证明这一点，克里姆林宫还派出了乌克兰前总统，也就是亚努科维奇，在媒体上发表类似的言论。在9月1日，俄罗斯官方媒体发布了亚努科维奇的视频。在视频中，亚努科维奇声称，在担任总统期间，自己的目标就是加入欧盟，但反对加入北约，指责欧洲盟友行为不当，根本不了解乌克兰经济形势的困难，并支持俄罗斯的说法，也就是欧洲将乌克兰拉入北约，属于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怎么说呢？亚努科维奇这个时候跳出来，重复俄罗斯的说辞，真实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亚努科维奇上一次露面还是在2022年7月，他当时呼吁乌克兰人向俄罗斯投降，可见其态度。这次在媒体上露面，也只是为了回应普京在上合组织峰会的言论，属于一场精心设计的信息工作。亚努科维奇就是俄罗斯推出的宣传员，只是一名背叛俄罗斯的总统，不值得被信任。2014年，亚努科维奇就逃往了俄罗斯。2015年，乌克兰政府以贪污为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宣布，将亚努科维奇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对其全球通缉。2019年，亚努科维奇被判定为叛国罪，判处13年监禁。2023年的时候，泽连斯基还剥夺了亚努科维奇乌克兰公民身份。在逃往俄罗斯之后，俄罗斯偶尔会利用亚努科维奇宣传自己的言论。俄罗斯这样做，只能说普京着急了。前线攻不进入，只能使用舆论攻势。乌克兰只要相信自己，在正确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战场之上，乌军特战队无人机持续打击克里米亚，这是要做什么？9月1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报道称，乌军无人机再次对克里米亚发动袭击。新菲罗波尔附近的俄罗斯空军基地被炸，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一架米8运输机的尾部，另一架击中了停机坪上的第二架米8。根据媒体的报道，这2架直升机已经被摧毁。此外，乌军无人机还摧毁了俄罗斯的 BOK-2190 项目拖船，该船属于俄罗斯精锐 PDSS 部队，船没了，战力必定下滑。除了无人机空袭，乌克兰幽灵部队再次出击，破坏了俄罗斯的格罗纳斯系统以及空中导航雷达。根据媒体的报道，幽灵特战队使用无人机击中了克里米亚的 UTST 雷达系统，其用于管理民用和军用航班。这只是开胃小菜，乌军的重点打击对象还是格罗纳斯卫星导航天线系统以及叶夫帕托里亚的射电望远镜。乌军打击克里米亚的目的就是为之后的攻势做准备。之前我们聊过，在最大限度削弱克里米亚的俄军之后，乌军有2个选择：攻入克里米亚本土，或者不断消耗俄罗斯有生力量。就结果来看，乌克兰选择了第二个。在乌军不断的袭击下，俄罗斯想要保住克里米亚就会不断增援，加上赫尔松被俄军占领，乌军攻入克里米亚的难度较大。最好的选择就是打击俄军的增援力量，不断给俄罗斯放血。在对俄本土袭击这方面，乌军的打击手段已经升级，从无人机转向重型导弹。从乌俄战场最近的消息来看，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方式已经迎来升级，从无人机转向导弹。2014年至2025年，乌克兰导弹跨越了好几个阶段。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便对军队进行扩编，提升自己的战力，导弹自然也是重中之重。不过在这个时期，乌克兰就是拿苏联技术改来改去，项目进度并不快。乌俄战争爆发之前，项目遭受挫折放缓，所以在乌俄战争初期，武器严重依赖欧洲援助。在2023年的时候，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手段基本都是欧洲的武器，比如风暴阴影和斯卡普一击。之后，乌克兰推出各种远程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问题。乌军当前打击俄本土的主力也是无人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放弃导弹。按照乌克兰公布的消息，2025年其国产导弹进入爆发期，
萨普桑弹道导弹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并投入战斗，火烈鸟导弹已经实战，长海王星导弹也有发射镜头。火力军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乌克兰国产导弹将成为空袭主力。对乌俄战争来说，影响是很大的。与无人机相比，导弹的打击效果更好，可以对军事基地、指挥中心等战略目标造成更严重的结构性破坏，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之前火烈鸟导弹实战摧毁了俄罗斯整个哨所，6艘气垫船受损，米8和米24都遭殃了。如果是无人机的话，做不到这种效果。其次就是打击范围更大，俄罗斯90个空军基地中70个都在打击范围。在此之前，乌克兰做不到这一点。在乌军使用风暴阴影之后，俄罗斯便将其比较贵重的设备后撤，特别是轰炸机、战机。但火烈鸟3000公里射程，俄军再怎么撤都没用，除非跑到远东。而且威力大，也就是意味着俄罗斯的压力越大。乌军无人机空袭时，除非炸到炼油厂，要不然顶多损伤目标，不会有太大的附带伤害。但导弹呢就不一样了，火烈鸟那1吨重的弹头可不是开玩笑的。乌克兰远程打击手段升级，也就意味着可以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下次再袭击俄罗斯的机场，那就不是损坏几架飞机的事情了，而是摧毁整个机场。不过相比较无人机，大威力的导弹的成本比较高，乌克兰还是需要盟友的持续援助。自乌俄战争爆发后，北约成员国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纷纷加大了防务开支，北欧更是重中之重。现在又有了新动作，芬兰提高预备役军人年龄限制，要建立北约最大军队。芬兰国防部声称，芬兰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了一项重磅提案，将预备役军人的年龄上限从当前的60岁直接提升至65岁。如果获批的话，这项改革将在2026年1月1日生效。届时，芬兰的战时预备役力量将达到87万人，其中约28万人被指定用于战时任务。火力军掐指一算，这将是芬兰的战时预备役规模跃升至北约盟国之首。按照芬兰国防部的说法，此举是为了确保获得经验丰富的预备役人员，并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下保持强大的战时实力。无论是军官、士兵还是普通士兵，只要身体素质达标，都能继续为国效力。除了芬兰，瑞典也要这样做。在2025年7月14日的时候，瑞典政府就宣布，为了确保危机时期军队规模，正考虑将退役军官的重新征召年龄从目前的47岁上调至70岁，让那些老兵再次披挂上阵。更狠的是，委员会提议取消对退役士兵军事部署的所有限制。按照瑞典当前的政策，退役士兵有10年的部署义务，也就是说，士兵退役之后，在10年内要随叫随到。但瑞典要把它彻底抹掉，或者说延长时间，让10年甚至更长时间未服役的人员也能随时编入军队预备役。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瑞典计划在2026年初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征召老兵的确可以这样做，现代战争对兵力数量和素质要求很多，老兵专业技能更强，经验更多，可以满足不同战术和技术兵种的需求。跟随坦克作战或许有点难，但在后方指挥或操作无人机对前线部队提供支持，一点问题都没有。芬兰与瑞典这样做目的很明确，增强自己的战力。芬兰与俄罗斯的边境线太长，双方也有矛盾，保不准哪一天普京想不开就对芬兰动手了。芬兰增加预备役规模和年龄上限，能确保在战时动员出更大规模、更有经验的兵力，抵御俄罗斯的入侵。瑞典也是类似的想法，并且规模足够大的预备役也是潜在的威慑，能让普京在动手之前考虑一下后果，能不能打得过。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钱从哪儿来？庞大且训练有素的军队，那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人员薪资、装备采购、维护、训练，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可能会挤占其他民生预算。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和训练也会占用大量劳动力资源，短期内对经济生产力产生一定影响。除了芬兰与瑞典，挪威也有新动作，斥资100亿加强海上力量，围剿俄罗斯北方舰队。当前的俄罗斯海军5000吨级的护卫舰难产，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成废铁，能拿得出手的也就一个核潜艇。为了进一步阻击俄海军，挪威砸下重金强化反潜，要淘汰现役的南森级护卫舰。路透社报道，挪威选择了英国 BAE 公司的26型作为其海军的下一代主力舰艇，军购案总值高达约100亿英镑，采购至少5艘26型，将于2030年开始交付。这是挪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事投资，不仅能显著提升挪威的海上防御能力，还能与盟友联手遏制俄罗斯核潜艇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区域的活动。作为北约在北大西洋的前哨，挪威负责监控面积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这片海域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核潜艇的主要活动范围。这批26型的核心任务就是监控那些驻扎在克拉半岛上的俄罗斯核潜艇，这也是26型最强的一点，其配备了泰雷兹 S2087 拖曳声呐以及2150型舰首声呐，探测范围可达150公里。
每艘26型都能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扩展声纳探测和鱼雷攻击范围，能够有效地追踪和打击水下目标。当然，重点还是与盟友一起，英国皇家海军与加拿大皇家海军也采购了26型。按照英国首相斯坦默的说法，最终将会组成一支由13艘26型组成的联合舰队，其中8艘为英国舰艇，至少5艘为挪威舰艇。在北极和北大西洋的某些关键瓶颈区域，这些护卫舰可以与潜艇、海上巡逻机以及岸基设施协同，形成区域性的反潜拒止区域，限制俄罗斯潜艇的自由进出。就结果来看，26型先进的声纳和反潜直升机可以提升北约在关键海域对俄罗斯潜艇的探测、跟踪和识别能力，保护连接北美与欧洲的海上交通线以及北极地区的战略通道，确保在危急时刻补给和增援能够顺利抵达。强大的反潜能力增加了俄罗斯潜艇行动的风险和成本，迫使其采取更谨慎的策略，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就跟小偷去偷东西一样，知道有监控就不会随便行动。北约盟国提升军事预算，投入万亿美元抗俄。英国防务杂志报道，预计到2025年，北约国家在国防上的总支出将达到 1.59 万亿美元，其中依旧是美国占大头，支出近9800亿美元。欧洲北约成员国和加拿大的国防预算则超过了6080亿美元，看起来不是很多，加起来都不如美国，但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比之前多太多了。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北约就制定了一个要求，军费开支占 GDP 的 2%。就结果来看，对于这个要求，大家都是看看就好，真正达标的没几个。乌俄战争爆发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欧洲各国的国防开支大幅上升。数据显示，2024年已有23个北约成员国军费开支达标，比2021年几乎增长了4倍。等到2025年，所有北约成员国的防务开支都将达到占 GDP 2%的目标。如果平均来算的话，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已经把 GDP 的 2.27% 用于国防，连续2年超过北约 2% 的要求。而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支出占总 GDP 的 2.76%， 其中波兰是最勇的那个，达到了 4.48%。因为地理位置原因，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国防支出也不少，达到了 GDP 4%和 3.73%， 超过了北约领导人在海牙峰会上通过的新目标。此外，北欧国家也出了不少力，挪威和丹麦的国防开支预计将超过 GDP 的 3%。 这还只是开始，按照北约的新要求，到2035年，这个比例将提升至 5%。其中 3.5% 用于核心安全，另外的 1.5% 用于与安全相关的其他领域，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安全。军费提升也就意味着买，资金无法提供安全，威慑力并不来自 5%， 而是来自打击潜在敌人的能力，所以要把新增资金转变为军事实力。欧洲主要国家都出台了军力现代化计划，比如德国推出了一项跨越15年的军备蓝图，计划在2027年至2041年投入超过3500亿欧元，用于更新坦克、舰艇、战机和通信系统。根据德国国会预算安排，2025年将先支出 8.2 亿欧元，次年激增至 22.3 亿欧元，并逐步建立长期投入机制，目的就是重塑武装力量，组建欧洲最强军。英法德也组成三角军事同盟，法国的核弹都要借出去，欧洲的安全架构正在重组。就结果来说，北约军费增加，美国的收益是最大的。一方面，欧洲实力增加，美国无需在东欧部署太多的力量，就可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另一方面，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军费提升后，就要购买新装备了，比如美制高端武器。虽然也有国家追求欧洲防务自主，比如法国，但欧洲太大，国家太多，最终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美国组建核武猎杀部队，主打军事威慑。根据美国军事网站 Breaking Defense 的报道，在特朗普宣布强力阻止核武扩散后，华盛顿计划成立一支专门负责反核武扩散的军事单位，谁研究核武，我就炸谁。具体可以参考 B2 轰炸伊朗核设施。按照媒体的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充满矛盾，曾阻止韩国、台湾与巴西的不回收活动，也对伊拉克采取摧毁核设施的严厉手段。但是对巴基斯坦、印度和早期的伊朗立场却相对软弱，也曾与朝鲜和伊朗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其他国家想研究核武器找美国谈判就行，并不是严格执法，有损美国的信誉。于是特朗普就提出要强力阻止核武扩散。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教育中心主任索科尔斯基提出，建议在美国战略司令部底下成立一支由2大核心组成的专职部队。第一个核心就是情报分析组织，将被授权接收来自以色列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等传统通道之外的情报，也就是通过特工、间谍等获取有关其他国家研发核武的情报。如果确定某个国家正在搞核弹，那就第二核心出马了，
通过快速反应军事资产直接进行武力打击，主要由 B-2等战略轰炸机挂载入 GBU-57等能穿透加固目标的弹药，打击全球任何角落的核设施。按照媒体的报道，这支核武猎杀部队的潜在目标极具针对性。第一个目标就是伊朗，防止伊朗效仿2003年的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研发核武器。当时的美国选择袖手旁观，结果3年后，朝鲜就成功进行了核试验。第二个目标就是沙特，目前美国正在与沙特讨论一项可能允许其提炼浓缩铀的核合作协议，但沙特官员已警告，若伊朗成功拥核，他们也将跟进。就火力军来说，其潜在目标或许还包括胡塞武装。之前普京就表示，如果北约不停止援乌，俄或采取激进手段，甚至考虑向胡塞武装提供战术核武器以及远程导弹系统。听说现在伊朗和俄罗斯之间还有秘密核协议，俄罗斯在帮助伊朗研发核武，这就会引发很多问题。俄罗斯会不会向胡塞提供战术核武，或者是提供给伊朗？大国对抗的话，不太可能动用核武，即使现在伊朗有，也不敢用。但胡塞就不一样，它只是一个组织，万一哪天被逼疯了，说用就用了。美国成立这支部队的目的，就是给那些想要拥有核武的国家和地区画上一道明确的红线。所以，核武猎杀部队会将胡塞当作潜在目标，一旦发现其拥有与核沾边的东西，那就对其动手。德法再次联手开发新型导弹预警系统奥丁之眼，瞄准俄罗斯。在防务与安全联盟框架下，德法达成协议，合作开发一套共享的导弹预警系统，也就是奥丁之眼。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该系统主要由地面与太空两部组成，其中地面部分包含超视距雷达，这些大型设备可以探测数千公里之外的弹道导弹。太空部门则由一组卫星星座构成，围绕龙卷风计划下的奥丁之眼项目开发。这些星座将使用配备红外传感器的卫星来探测地方的发射活动，并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轨迹。通过太空检测地方活动算是反导的主流。美国也在推进类似的项目，比如弹性导弹预警追踪新时代计划，目的就是探测、跟踪一系列导弹威胁，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机动性强的高超音速导弹等。奥丁之眼这个名字虽然很新，但其实早就开始研究了，这就是天基导弹预警架构多国研发计划的缩写。该项目于2021年启动，最初是欧盟自主的探索性研究，预算750万欧元。不过在2023年，欧盟启动为期3年、价值9000万欧元的研究计划。有了那么多钱，研究正式走向了正轨。只是问题在于，这个项目是多国联合，涉及到14个国家和38家企业，包括泰雷兹、莱昂纳多、阿利亚纳集团等。从过去的情况来看，这种联合开发的模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德法更是如此。比如下一代主战坦克项目，主战地面作战系统 MGCS 进展极为缓慢，仅仅是组建研发联合体就花了6年半的时间。还有6代机项目 FCAS， 双方的需求不同，企业有利益竞争。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奥丁之眼是导弹预警系统，与坦克、战机完全不同，并不会着重于联合研发，而是统一各成员国现有资产，实现信息共享，目的只有一个，监视俄罗斯。未来进行部署时，雷达或许会部署在靠近俄罗斯领土的位置，最大限度地扩大覆盖范围，实现早期探测能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的未来会走向何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